当潮水退去的时候，才知道谁在裸泳。用巴菲特这句话来形容当下的 crypto 市场，大概是最好的描述。过去一段时间，总能零零散散听到一些关于谁谁谁又退圈的信息，这种信息更多不是来源于吐槽或者是抱怨，反而成了行业当下的状态表达。至于这些人为什么选择离开这个行业，首先最多的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行情的惨淡，或者是因为行情带来的变故，导致一些人不得不暂时离开这一个行业去寻找新生。其次，过去1-2年 Web3 一直处于某种不被讨好的病态增长中，一些价值创造者选择离开这个领域，因为他们看不到真正的价值增长。还有一部分的人因为看到了 AI 的兴起，认为 Web3 已经成为过去式，他们将去追寻新的蓝海市场。当然，以上原因细化到个体上来看差异明显，但是所有的理由都不能够成为局部变为整体，毕竟市场的大多数人还是选择继续保持观望，或者是继续躬身建设，因为这个发展10多年的行业已经不再是第一次面临这样的困境。赌局就是这样，很多我们自以为是的赌局使得充满了变数，但只要在有些人的调控下，任何人都是韭菜。今天你可能侥幸获胜，却不一定躲过明天的镰刀。我说的是什么，兄弟们都懂。在这个动荡不安的行情下，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避险呢？我相信很多观众也和我都有一样的想法。那我个人认为可以把我们手中持有的加密货币转换成为对应的稳定币。稳定币大家知道的应该有2种，一个是 USDT， 一个是 USDC。那么有关于 USDT 和 USDC 的话，我们需要给大家进行一下梳理。你必须要注意的是，我现在说这个不是让你现在这个时候去把你手中持有的加密货币转换成为稳定币。我们就以 BNB 作为一个例子，你当前持有一个 BNB， 你以545的价格买入，那你敢确保明天它就比这个价格一定是低的吗？如果我们把手中持有的 eBNB 转换成546的 USDT 或者 USDC 都可以，那明天它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吗？如果它涨的话，那你对应的是不是就换了亏了？我提到这个只是说，在应对下一次行情变动的时候呢，你可以把你有部分的加密资产转换成为稳定资产。我个人是这样觉得的，不是说让你我今天说完这个，然后大家就把所有的加密货币全部都转换成稳定币，那你这是亏的。那如果它明天价格上涨了呢？它明天变580了呢？那你不是直接就亏了35了吗？并且这个很重要，我觉得还是有事关到之后的发展的。USDT 和 USDC 都是与美元挂钩的稳定币，但是它们在多个方面存在一些差异。发行实体和监管 USDC 的话，其实是由 Coinbase 和这一个公司2家公司联合发行，受到美国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透明度会比较高。那么 USDT 的话，它是由这一个发行，历史上透明度的问题比较多。那么尽管声称每个 USDT 都有对应的美元储备支持，但缺乏独立审计，透明度较低，这是 USDT 带来的一定的危险性USDC 的储备由美国银行系统中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支持，且定期发布审计报告，以证明其储备金的充足性。所以 USDC 一般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 USDT 的储备金结构不透明，虽然声称有美元储备，但缺乏第三方审计，透明度和信任度比较低。后文当中提到的区块链兼容度、市场接受度和流动性，我们就不跟大家赘述这么多了，大家心里有数就可以。那我这里其实想提的是，大家其实也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我们在参与到 Launchpool 的时候呢，它提出来的质押币种已经是普遍都是用 USDC 了，已经不再是 USDT 了。在本期影片说这么多呢，也是为下期影片做铺垫，如何在当前的这个行情下获利那么这是下期的一个主题。另外呢，我自己其实也挺后悔的，早在前几天的时候，币安还在打新的那段时间 ，BNB 的话是在610左右这一个价格，那目前的话已经跌至了 547.9 如果当时我把打新的 BNB 转换成为稳定币的话，那么现在以结合我当前持有的 BNB 来看至少可以拿到2000左右的人民币虽然这个金额可能对大多数人来说的话都无关紧要了，只是作为目前这个行情下能赚就是已经是赚了，无所谓赚了多少。OK， 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空头资讯分享环节。首先是第一个项目 Mad Network， 它出了一个空头页面的检查资格，并且可以领取到我们的交易所，或者是选择在主网链上领取。它是有明确的时间节点的所以大家尽可能在4月8日之前完成这一个表格提交。在右上角呢，连接我们的钱包，选择一下 BSC 这条链。
那这里呢，选择完成之后呢，去 check 一下自己的资格。如果你有资格的话，这里会有数额显示；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抱歉了。然后这边的话会有2种方式的选择，一个是收集到 Mand 的主网 MIND， 就它的主网当中啊，并且它是零 gas 啊，就不需要就领取的时候是不需要付任何的费用的。还有一种方式呢，是提交到自己的 CX， 也就是交易所当中。目前支持的是 Bitget、Get.io 以及是其他这2个不知名交易所，也不是不知名，很可能有名，但是我不知道。然后 Bitget 的话，它是有人为它是有奖励的啊。我自己呢，其实是对 Bitget 没有什么多大的恶意啊，但是我先前有参与2个项目，我全部都提取到 Bitget 交易所当中，但是交易所没有拿到。然后我问了一下他们的客服，他说人为给我女巫掉了，就是我也不太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啊。所以我现在有一些项目的话，如果能领到其他交易所，我就领取到其他交易所。Bitget 我是真的担心和害怕，就是我也不知道，我本身对这个交易所是没有任何恶意的，但是连续有2次空投的话，我确实是领取到了，而且有数额，但是它就是没到。那我也不是给大家造成恐慌，只是我个人就是觉得我确实遇到过这种情况，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有多个账号的话，也不建议领取到同一个那个账户当中啊，你可以使用到 Bitget 的子账户来进行领取。那么同时现在提取到 Bitget 的话，它是有奖励的，50到1000不等的代币。那如果您不知道啊，包括这边的话会有一个 UID 和相对应的充值地址啊，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可以点开这一个文档，它会详细的告诉你如何哪里找到自己的 UID 和对应的充币的地址。很多现任观众老爷刚入币圈没多久，在这里我为大家提供了入圈必备工具，使用下方链接即可轻松注册币安、OKX、Bitget、Get.io 主流交易所。作为新人注册，不仅可以享受到各大交易所带来的新人福利，还可以使用我们的永续专属手续费减免折扣，赶紧注册起来，成为币圈的一员。另外，在每一期视频当中，下方链接的话都会体现，你可以同时看到我们的跟单链接，利用手上闲置的资金为自己带来收益最大化。OK， 第一个项目 Lagrange 130.5K 的关注度，置顶的推文当中的话也表明了此次测试网，虽然不清楚测试网是否是激励性质的，但是鉴于目前参与的人数和热度，还是值得一试的。那打开对应的网页之后呢，会来到这个方向上啊，它的玩法就是很简单，你去跟它对话，然后去判断它是人工还是 AI。这里呢会有个小窍门啊，一般看它的回答的很快或者是篇幅很长的话都是 AI。那这里的话，每次猜对的话就可以得到5的分数，如果你猜错的话是要扣除分数的啊，要跟你提前讲一下。那么每天开放的时间的话，应该是在中午的时候啊，那具体的时间的话忘记了，好像是我上次参与好像是11点。接着我们还是来参与一下 Moon 的测试网吧，虽然它现在的地址啊已经突破了 1.2 亿，是的，你没有听错，测试网的地址突破了 1.2 亿，这是什么概念？那还是继续做吧。打开链接，然后连接一下我们 Moon 的钱包。这边快速给大家过一下啊。我们现在是参与 Moon 的测试网生态下的 LFG 这一个生态。那这里呢，点击一下右上角的口印，选择连接一下我们的钱包。那这里的话，我们点击一下授权，点击一下左上角的 Swap， 然后这边的话交换，通过当前持有的币种，然后转换为任意一个币种都可以啊。这里其实没有什么硬性要求，我们可以选择到 USDC。然后对应的去进行一下交换，交换完成之后呢，点击一下破，也就是添加一下对应的流动性啊。我们找到我们刚刚 swap 的币种，我们刚刚是使用了 Moon 转换成 USDC， 对不对？那对应的打开这个交易对，然后这里的话输入一下我们 balance 的余额，那当然一定要少一点啊，一定要少一点。我们都知道这测试币非常的难得啊，像上次第6周的 NFT 直接扣除了我5个测试代币 ，How dare you？ 怎么敢的？然后这边的话，具体的金额输入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对应的话，这边还会有个 token mail， 然后是代币的模仿啊，不知道这是什么功能啊。我们这边的话，先去连接好自己的钱包，也是一样的。然后这边的话，去 launch 我们的 token， 上传一张图像，这个就是制作自己的一张那个代币就是做一个自己的代币，就这么简单。然后这边的话，那个桌面任意取一张图片好了，无所谓。然后这边的话是的名字，然后你的代币的类型，然后这边的话是使用到 Moon 的
然后这边是自己的一个个人介绍，确认完之后呢，然后去进行到创建，继续参与到 Moon 的生态下 Bing 的这一个项目。那这里的话，网页非常简单，但是呢，也是充满了复杂的市场交易的。然后这边的话，可以去选择自己的语言可以设置成为对应的英语或者是其他类型的语言。那在这个方向上呢，首先要做的话，要进行一下 swap。如果你当前钱包没有这个币种的情况下，需要做一下这个 swap。然后这边点击一下，对应的我们来到这个页面，通过使用到自己的测试代币，然后去转换为任意其他的代币币种。转换完成之后呢，最好呢在这个方向上呢也去进行一下添加流动性啦。那刚刚我们比如说 swap 什么的币种，比如说是 Moon 和 USDC， 对不对？那我们对应的添加一下，创建一个 Moon 和 USDC。然后这边说完成之后呢，我们再来到这个初始的板块，这边的话就是如果你当前账户有的话，就输入具体的数额就好了，然后选择做多或者做空啊，开杠杆啊这些，那还是非常值得一试的，也可以提高你自己手动交易的经验。然后这里呢也会有一个流动性的添加也是一模一样的操作方式啊。在这个页面当中输入具体的数额就可以得到对应的 Bing 的测试代币，然后其他任务的话就没了，要做的就这么多。那个人认为的话，既然参与了 Moon 的，那我们就继续把它做下去吧，也只能这样子了。无论它 1.2 亿还是 2.2 亿，都是要去做的。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下期的话提前预告一下，大概是做多做空，什么是做多，什么是做空，以及在应对这个疲软的市场当中，怎么去力保自己不会亏钱，然后甚至有盈利，大概方向就是这一些。